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30分钟好货到手的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96倍乳黄金续航母源自护力，感谢 A2 紫药 HMO 奶粉赞助播出。大容量随心开，想去哪儿嗨就去哪儿嗨，感谢大空间的极狐汽车 T1 赞助播出。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感谢随时随地帮你 call back 好状态的脉动行业赞助播出。聊天吃乐事，分享更快乐，本节目由片片薄脆乐事不停的乐事赞助播出。真好笑，真有机，本节目由3方认证真有机的海天有机赞助播出。新一轮脱友全国巡演已正式开启，微信搜索效果小程序参与许愿活动，朋友们就有可能来到你身边。现在我宣布第4赛段临门一嘴赛正式开始。他是有冠军相的选手之一。我跟你说，小李啊，当年那飞刀啊，都应该扎他身上，应该现在啊。特别解气，特别解气。你好，杨幂姐，我是您的偶像，希望电视机前您能看到。偶像，我是你的偶像，怎么回事？不，我来不了。练。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快了不止一点点的下一代购物方式，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各位，欢迎大家回到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第4赛段，比赛继续。要和徐志胜对打的是孟川。孟川是这季的总编剧，但是即便身为总编剧，仍然对职场的生活忧心忡忡。掌声欢迎孟川。大家好，我是孟川。这轮比赛确实压力挺大的，成哥为了帮我放松，带我经历了人生的第1次蹦迪。他跟我说里边运动特别剧烈，所以我就换了个运动 T 恤。但是进去之后发现我那个运动 T 恤不知道是用的劣质洗衣粉还是晒的时间长了，在那个黑咕隆咚的夜店里边发着紫色的光，胸口4个字母 ANTA 特别明显。而且那个夜店里边声音太大了，我为了保护我的耳鼓膜，所以我全程都是张着嘴的。结果路过了一个喝多的哥们儿，往我嘴里边扔了把瓜子皮。而且他们还会在舞池里边排火车，我是排了15分钟才知道，不是排队上厕所。更难受的是出不来了，因为我穿着那个发光的 T 恤，他们把我当火车头了。推着我满场到处走，我还回头试图跟后面那个哥们儿解释，我一回头，那哥们儿指着我衣服下面底下那行小字说 keep moving keep moving。 幸好最后还是找到了厕所，还成功把火车开进去了。今年压力确实大，而且会感觉到脱口秀会受到 AI 的冲击，因为今年春晚已经用机器人开始转手绢了，已经威胁到2人转演员了，唇亡齿寒。我还问 DeepSeek， 我说随着 AI 的发展，脱口秀行业最先淘汰什么样的演员？他告诉我文本型的演员。更恐怖的是，我问他最喜欢的电影，他告诉我是《终结者》。我觉得中国能拍自己的《终结者》，就是公元2030几年，DeepSeek统治全球，然后人类反抗军只能派人传送到公元2007年，把 DeepSeek 创始人梁万峰的高考志愿给改了。我现在其实能做的也有限，
我现在就是把节目里边所有观众笑不出来的段子，都喂给 DeepSeek。我告诉他这些很好笑，我污染他的训练数据。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我给车轮偷偷放气儿。而且不干脱口秀也没啥能干的。现在好多人的人生轨迹就是像我这样36、7岁，有经历有经验，跳槽到一些互联网大平台送外卖，然后到50岁再找一个机关事业单位当保安，对外宣称是某某单位处级干部，完成山东人的人生梦想。然后有亲戚来托人说，哎，听说你能让孩子进这个单位啊？就说能，你孩子送外卖我能放他进去。而且现在确实找工作难，还不能提自己干过脱口秀，要不人家公司也害怕，下午公司出个事，晚上就在开放麦听着了。以前我上班的公司不知道这些，跟我要了些票，然后那天我是主持人，负责跟观众互动嘛，但没想到他们按山东的规矩，把领导安排到了第一排。我就跟领导互动，我说领导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向您学习，就是请问想像您一样当上领导，应该给谁送礼呢？领导没说话，但是我觉得我的脱口秀判断是准的，我觉得这个互动方向应该是对的。我接着问，那您现在都捞回来了吗？我让领导知道了什么叫互动技巧，领导让我知道什么叫主动离职。主动离职嘛，就是把人恶心走。后来怕闹大了，才赔偿的我 N+1。毕竟裁我这种员工，就相当于裁员裁到头发了，就是不痛不痒，但很容易很难看。但是还是要感谢一下上一个公司，确实也学到了很多。我也是从写周报开始，才算接触虚构文学的。但我水平一般，顶多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我们经理会写科幻，听经理汇报，你觉得啊，我们的未来是这个样子呀。我们经理刘慈欣，而且过周报也得开个会，各种会太多了，行政会议、销售会议，简称行会受会。经常快下班了说开会，我都纳闷了，是什么让领导一下班了就想到开会？是不是傍晚看见窗外的鸟儿回巢了？一会儿排成个开字，一会儿排成个会字。而且开个会人都齐了，前10分钟再找那个投影仪的遥控器，我都能体会到老师那种生气，就是你一个人耽误大家10分钟。而且我们开会的精髓就在会那个字的写法上，就是上面一个人，底下一个云，所以我们人云亦云。开会好多都是废话，云半天都是白云。我觉得这就是说话的艺术，就是你说废话很难听，你说白云就可爱了很多。就是你不能说直接说领导说话像放屁，但你可以说领导你说话很拉风。恶劣的男人。所以方案经常一遍遍的重来，我感觉我们就是被困住的西西弗斯。前2天我在开放麦室，我说你们知道西西弗斯吗？有个哥们说知道，书店。而且方案失败的原因嘛，就是房间里的大象，大家也不能说，因为是大象叫我们来开会的。老板想融资，想用我们这条草船借鉴，但是投资人聪明，他聪明的跟曹冲似的，他很容易用这条草船撑出了房间里的大象几斤几两。但这些跟我们员工没关系，我们不想称象，我们只想抽象。领导非常生气，说这个年纪怎么能追求安逸呢？舒服是留给死人的。我在想，领导为什么叫自己死人啊？我就赶紧过去，我说领导怎么能这么说自己？晦气，打嘴。趁机完成了朝思暮想的抽象。而且一直开会就会产生历史级的灾难后果。我感觉皇帝的新衣就是皇帝穿啥，
已经推了好多版的方案了，又熬到后半夜了，大臣们实在熬不住了，皇帝还在光着等下一身衣裳呢。大臣们说啊，这个好看，这个好看，这个好看。然后第二天小孩说，可是他什么都没穿呀。然后博主开启了精选评论。谢谢大家，我们穿。孟川锁票倒计时。我很想听一听，带他去迪厅的程璐老师啊。对，怎么想起来的？去泰国吧，好像。对，是泰国，当时还有李诞呢。你是李诞把衣服给你的，是不是？因为是李诞没带裤衩，我正好带了好几个裤衩。我有个练拳击的裤衩，那个裤衩上面写着全力以赴，那个拳还是拳击的拳，一个大谐音梗。然后那个裤衩正常穿是没事的，因为我很少晚上出去。结果一蹦迪的时候，发现那个裤衩就是亮的。当时他是整个夜店里最拉风的仔啊！对，我觉得不是他最好状态吧，但是因为他水平太高，有一些写的甚至像炫技一样，就是文本能力太强了，所以反正我觉得他差的时候，我基本上也会拍灯。但是今天介于我说不好，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对，反正很喜欢，这是实话。哎，您会在公司开会的时候会说难听的话吗？就像开会的时候，他们不让我说话。孟川老师就是向来是非常优秀的，非常优秀的。每回他那个梗找的都特别邪门，然后又特别阴暗，这叫谐音梗，明白吗？再次掌声送给孟川。来，徐志胜回到台上。可以，哥哥。我们来看一下谁能够成功进入到半决赛。6分以内。祝贺徐志胜成功的进入到半决赛。孟川文本都很强，我就想到了一种盘扣的一种衣服，那种衣服其实你要把每个扣子都扣好之后，它才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我觉得这是他带给我的一个脱口秀的感受。会觉得忙不赢吗？肯定是忙不过来，而且我都快40的人，有好多人就是从节目筹备期间就问今年上不上啊什么的，然后今年那个我闺女上小学，我好像觉得我要表现好了，闺女在学校里边会生气一点。她现在感到生气的就是我带她见漫才兄弟，我已经答应她了。哎，好，照这个趋势，每次都是来冲榜的人成功吗？但我真的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是因为川哥。我这篇稿真的就是川哥帮我写了很多东西啊，对，所以说我，哎呀，但我也值得，感谢，但我也值得去那里，谢谢大家，我接下来下一篇我会给川哥好好写的，真的。祝贺徐志胜成功的进入到半决赛，而我们也要来看一下。这支3人小队在这一轮的分数情况，徐志胜进入到了半决赛，孟川、步惊云和侯志远进入到待定区。再次感谢4位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又渴又累，逛不动了。蹲，为 C 蹲，泪感清零，大口蹲，状态回归，找回状态，脉动回来。又渴又累，跑不动了。蹲，为 C 蹲，泪感清零，大口蹲，状态回归，找回状态，脉动回来。马上要开始的是4人小组，而这个4人小组里面第一位要上场的朋友，
我非常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奇迹一般的存在。嚯，捧这么高啊！因为太奇怪，太奇怪了。你很少看到一个人，他又能够魂不吝，还好像有点文艺范儿。这不是我吗？你说说，掌声欢迎高寒，高寒。朋友们，下午好，我叫高寒，然后没讲那笑啥呀？其实我去年参加过这个节目，导演说得讲有共鸣的话题。我上台第一个段子，母猪的产后护理，因为我不想为了现场效果讲上海喜欢的东西，艺术永远不会妥协。今天跟大家聊聊 City Walk。不是，我还是讲农村。我家就在农村，我家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养鸡跟种地。我觉得城里人不知道种地多辛苦。我朋友说他知道，他说他学过锄禾日当午，知道农民伯伯很辛苦。我说我从小种地，农民伯伯辛苦，农民宝不就不辛苦吗？这写锄禾日当午这个人绝对没种过地。一天24小时，你锄禾非得挑在正当午，你不中暑谁中暑啊？我不喜欢种地，但我们老师说你要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就得种地，所以我拼命学习。我作文写的比所有人都好，他们只会比喻的时候，我就学会了抄袭。抄这个作文选啊，我有一本作文选，一写作文我就选。我抄这个扶老奶奶过马路，这抄的太好了，给老师看激动了。老师说：“来，高寒，你到讲台上跟全班同学讲一讲，咱村哪来的马路？”那是我童年最尴尬的一天。我发现作文选里这些作文都是城里人写的，农村人抄不了。什么扶老奶奶过马路，没有马路；说坐公交车给老奶奶让座，没有公交车；说去敬老院给老奶奶献爱心，我没有爱心。不，农村这个条件不允许我献爱心。真的，我要是城里人的话，我肯定扶老奶奶。我扶完老奶奶，我都跟她说：“我说，哎，奶奶，麻烦你把你家老头和孩子找来啊，我给你们来一个全家福。”所以这件事之后，我的梦想就变成了进城。初二，同学们都看《乡村爱情》，只有我看《小时代》，跟这些农村人没有共同语言了。那他们在那儿，哎呀，昨天刘能跟赵四打仗太逗了。我说故里的人生都发烂发臭了。当时我对上海的了解全部来自于《小时代》。《小时代》开头第一幕，那个杨幂就说林霄说啊，我叫林霄，我是上海万千女孩中最平凡的一个。我信了。我说她是最平凡的，那上海人得啥样啊？2022年我来上海，2022年来的真是时候啊。我心目中的上海是来了就不想走，差不多来了不让走啊。跟《小时代》演的完全不一样，《小时代》里没说从机场打车到宝山得200块钱，下车我说，现在问题好像不是《小时代》，我得整点小鹅代了哈。第二天我坐地铁，《小时代》里没出现过地铁。不是故里不坐地铁我都能理解，林霄你为什么不坐地铁啊？你是上海万千女孩中最平凡的一个呀。小时代里没有这么拥挤的交通工具，真的太挤了。网上说什么上海人冷漠有距离感，根本不是。刚上地铁我就跟一个上海老爷爷贴了。
那当时地铁一刹车，我就知道了什么叫真正的护爷冲击。跟《小时代》完全不一样，《小时代》里他们住在市中心的豪宅，能眺望黄浦江。我住在郊区的隔断房里，我想跳进黄浦江。就我以为只要到上海，我就能从村里人变成城里人，没有，我变成了城中村里人。2个月前就花光了，就是我必须得离开。当时上海也可以离开了。离开之前，我朋友他说要带我玩一下城里的游戏，玩密室逃脱。他说是一个校园主题恐怖密室，给我吓坏了。我说里面 NPC 不会要检查作业吧？我最害怕就是我一进去，那个 NPC 指着我说：“你告诉我，咱村哪来的马路？”那我就太害怕。结果我到门口，他跟我说这个门票得200块钱一张。我说我花200块钱进去为了干啥？他说为了出来。我说那我不进去不就完事儿了吗？他说你得进呢，这个能测智商，越聪明的人出来的越快。我说真聪明就不应该进去啊。我说这个密室的名字不会叫上海吧？那天我没玩这个密室逃脱，我去 City Walk 了，走到黄浦江边，看着东方明珠，我笑了，露出了跟城里孩子不一样的没有被矫正过的牙齿啊！我感觉爱上发达地区是人类的宿命。当年我太爷闯关东，现在我在这闯浦东。那天我过了很多条马路，我爱过马路，我过的不是马路，我过的是瘾。过马路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位老奶奶，我的青春疼痛文学的女主角。我差点哭了。我朋友问我，他说高寒你咋的了？我说没事儿，就是感觉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讲到这儿，谢谢你。高寒左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高寒。我先不问你们4位的意见，因为在我们第1期节目播出之后，高寒和小四爷现在是有 CP 感的，他们叫纯恨 CP 是不是？然后还有人给他们起名字叫寒山寺，很唯美啊！我想问一下高寒，你第1轮的竞争对手现在已经跳段晋级了，您作何感想呢？不敢想，现在什么也不敢想。我觉得高寒不太懂创作，什么都不敢想，没有敢想。因为我已经很久这个没有机会跟小四爷相提并论了，就是比这么多轮下来。小四爷怎么样？这段高寒这段怎么样呢？这一段很好啊。和这位领导怎么样？提示一下。除了这么敷衍的评价之外，能不能更具体一些？就是说点真话。行，其实坐在这里，高寒你不懂啊，高寒你不懂啊。坐在这确实高处不胜寒，你知道吗？因为本来他第1轮挑我是觉得我们俩好像都是农村出来的，好像跟他撞款了，所以他想把我搞掉，你知道吗？比完之后，他第2轮、第3轮都没有再讲农村的段子，然后我这个赛段我没有参与，然后他又开始讲农村，我怀疑他是见缝插针，是吧？我说如果能受到关注的话，我跟谁炒 CP 都行。哎呦喂，别这样！对不起了，赵月，我有这个新 CP 了。算了，就让他过去吧。这年轻人是开放，看不懂了。原来是这样。他很冷静啊，原来是这样啊。行，但是我好像不是那样的人。没有的，还是自然一点比较。但是还是自然一点的
我都紧张了，你知道吗？但是他这一段确实很好，尤其是第3赛段到第4赛段，创作时间其实也不多，也就10-20天，他还能拿出这样的作品，我还是很佩服他的。如果是我的话，会更好。啊，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又会跳段，就是啊，又会跳段呀，直接总冠军给您吧。没有，开玩笑，很好，还是要鼓励一下他，还得鼓励一下你。哎呀，希望他能进半决赛。好，怎么样？跟您这 CP，他鼓励您了，您此刻怎么着？心声是？其实心里没什么波澜，但我可以装成哇，我跟他的感情更上一层楼了。什么玩意儿？有没有觉得高航今天这个演出演得特别好啊？然后各种地方精彩地方特别多。然后其实刚才说到杨幂真的是很喜欢咱们这个节目。咱们节目播了之后，挨个都说特别喜欢那个大刀，然后喜欢那个谁小胖。你好，杨幂姐，我是您的偶像，希望电视机前您能看到。偶像，我是你的偶像，怎么回事？你是我的偶像，不是，这不会说话。不是，我这比让罗永浩鞠躬还吓人呢。杨幂，您是我的偶像。我特别喜欢高涵今天讲的这一篇，我觉得他挺狠的，而且笑中有狠，就是这是特别难的，所以我特别喜欢今天的段子。谢谢。来，罗老师，我有点怕他，因为我放弃这10票，让罗老师给我鞠个躬。我给你鞠个躬吧！哎呦我的妈呀！你发现了吗？让罗老师把这篇翻过去，太特难翻。小心眼儿。什么？还行，他是那种逼老人鞠躬，然后严重了。高涵听到了吧？就这个事儿，且翻不过去呢。不，我解释一下，我那天感觉这个行为非常欠考虑，就是罗老师没有，一点也没有。鞠躬那一瞬间，我就感觉特别爽。就知道您是这样的人，好吧？看到了吗？我跟你说，小李啊，当年那飞刀啊，都应该扎他身上，应该现在啊。对待高涵就是4个字，祝你平安，好吧？谢谢你。我非常喜欢这篇，我觉得我是到这一篇才开始注意到高涵除他非常独特以外，他的文本特别好。他这一篇你要把它完全的写下来的话，高考作文绝对是满分级别那种。然后里面有一些细节特别打动我。他说他在那个黄浦江边露出了不像中产阶级小孩那种没有那个整过的牙齿，然后说这是我在错误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我什么青春疼痛文学女主角，非常高级啊，我很喜欢。他是有冠军相的选手之一。谢谢有冠军相的高涵，稍作休息。但是他拿了冠军，不能让他发表感言。对，他一定会把大家都恶心一通。没事儿，他拿冠军，小四也来发表感言，好不好？就是这样。高涵是我心中真正的农村文艺青年的形象，因为他弹不起吉他，弹不了钢琴，他只会读书，只会写点东西。他这辈子能接触到的最酷的事就是讲脱口秀。对今天自己的表现满意吗？挺满意，我这个就是占便宜了，我是运气好。小四爷在跳段区看高涵的表现是什么感受？你看没看呢？我看了呀，肯定看了，认真听了呀。农村，然后来上海。我觉得他一直都是属于文本合一的这种，因为我这10几天，也没写出满意的段子。谁问你了？人家让你夸我，你别老往你自己身上扯。你怎么开始怼我了？就因为我没有比赛是吗？对，就这样吧，夸的不错，别的就没了，夸到头了。你们平时的关系怎么样？不相处，我们相处又不相处，我们就是自然而然的相处。在你心里和小四爷相提并论的标准和基础是什么？我已经很久没有机会跟小四爷相提并论了，就是表现也没有他好呗。但是你今天这一期表现很好。我知道，还用你说呀？那你觉得现在可以相提并论？其实不能，我觉得按道理来说，他应该受到更多的尊重，但是不一定受到我的尊重。发现他虽然说有一点小坏，但是他是摆在明面上的，对，也算是一种可爱的坏。这个4人组下一位要派出来的朋友，他一直在说，他说能进入到第4轮，他很意外他自己也没想到自己一只手还这么能打，掌声欢迎雪冰。雪冰。
感谢。我这是胳膊呢，是小时候一次意外啊，高压电啊，然后现在视频发到网上了嘛，很多朋友看到了给我留言，说总感觉你讲到最后吧，得从衣服里把手掏出来。雪冰其实是我的真名啊，真名就叫雪冰，下雪的雪，结冰的冰，然后家又姓梁。他们说这个名字吧，讲脱口秀不太吉利，一看就容易冷场。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给我发来消息问候嘛，哎，让我觉得吧，自己感觉快火了，我都有点害怕，我就特别害怕吧，这个梁雪冰火了以后，那化成了梁海源。也有朋友啊提醒我要注意一下身材管理啊，我说你懂啥呀？你看我有点胖，那我还接近标准体重呢。我跟你分享一个快速减肥的小妙招，好不好啊？他不要。比较第4轮了啊，确实比较幸运。哎，上轮其实表现的不太好，差点就淘汰了。好在是组队战嘛，哎，2个队友特别的厉害，带我飞，直接把我带进了第4轮。我们仨坐在那个晋级区的时候特别显眼，见过吗？一个杨过，2只貂。有朋友好奇我一个手的日常生活啊，有人问我怎么剪指甲，我就统一回复一下，好吧？其实以前对我来说确实比较难啊，我得用2只脚啊夹着那个指甲刀进行初剪，然后再用牙齿进行精修。后来出现了电动指甲刀啊，方便多了。哎，电机驱动那个磨砂轮，把指甲能剪得很那个安全又方便。而且用了电动指甲刀之后呢，就很少再拉肚了。然后身边有好朋友没见过，好奇啊，我拿给他看，他都不会用，摆弄了半天，差点给我掰坏了。你2只手就是没轻没重啊。其实不光有电动指甲刀啊，还有电动雨伞。一般的雨伞只能打开，但是我没法把它收回来。啊，我要用的话，我就只能往肚子上杵。你赶上连续几天下雨吧，这个肚子受不了。我以为只有我这样，但后来发现有些2只手的人吧，他手伞也往肚子上杵，他留1只手玩手机。电动雨伞就是解决了这个困难啊！哎，它不光能自动打开，还能自动收回来，就是有点贵，哎，一个300多。但是贵有贵的好处啊，几乎不会丢。你别说不会丢了，雨小点我都不舍得用，雨大了我不出门。还有人问我怎么洗手啊，我说反正不是舌头舔。其实小时候还好啊，你可以找身边朋友帮忙，大家都愿意帮一个活不可爱的孩子。实话讲，现在有点难，尤其现在这个长相。洗手间里我跟人说，帮我洗个手啊，有点吓人。而且吧，其实普通的时候还好，拿水冲一冲就能洗干净。遇到那种有油污呢，比较难洗，尤其是手背儿，怎么办呢？我通常就顺便啊洗个脸，能理解吧？干净是干净，就是有点慢啊。后来呢，总结经验，增加效率，我就特意留了胡子，当刷子用，意料之外的好用，因为只需要很少的洗手液，它就能起沫啊。然后有人说这个我留了胡子以后啊，看着更凶了。我说那咋办呢？我总不能在厕所里面洗头吧？其实总有朋友啊，看完我演出呢，说我励志。其实实话讲，我不太喜欢，我更希望你说我好笑。我就感觉好像残疾人只有励志一个赛道，你很难听说残疾人躺平，残疾人内耗，残疾人不能内耗，残疾人甚至要治好别人的精神内耗。你感觉好像残疾人永远得正能量。我就感觉好像把10个励志残疾人啊串联在一起，能给城市发电。可能是因为受影视剧的影响啊，很多人啊会带着滤镜看残疾人。我就遇到过，有一次在饭店吃饭，隔壁桌有个大哥喝多了，非要敬我一杯，说兄弟，观察你半天了，你这个手怎么弄的？我说小时候淘气啊，经历这场意外。他说不可能，你上过战场吧？我赶紧解释，我说不是，就是意外，摸电，高压电。他听完以后更兴奋了啊！我懂，保密是吧？还是闪电战啊？我就感觉吧，他不接受一个平凡的我。小时候也是，总有老师啊见我第一面就非常笃定的说：“哎呀，这孩子肯定学习好啊，左撇子聪明嘛。”你就感觉好像我在四肢健全和左撇子聪明之间选择了聪明啊。有时候你甚至感觉老师拿我当鞭策别人的教具。
考试马上要交卷了，哎，老师突然来了一嗓子，说：“哎，你们抓点紧呐，人家雪冰一个左手都答完卷了。”我说这啥意思呀？啊，你别人都是2手答卷啊，一手一个笔左右开弓嘛，我都演不出来，你看。哦，还有身边朋友啊，总给我推送一些世界残疾名人。哎呀，发个视频说，你看，尼克胡哲4肢都没有了，经济学双学士学位，全世界演讲。我说你给我发这干啥呀？啊，我没有他成功，就是因为我太完整了吧？还给我发那个海伦凯勒，说你看人家又忙又聋，都那样了，还坚持写作。还有霍金都那样了，还研究宇宙。你看现在有诺贝尔奖、普利策奖，我就感觉应该给残疾人设置一个单独的奖项，就叫都那样了奖。只要你取得了足够高的成绩，才被别人说都那样了。你如果一事无成，就只能是就这样吧，那还能咋样？实话讲，我不讨厌这个偶像的力量，但我就讨厌别人总拿残疾人来鼓励我。以脱口秀为例，我的目标是呼兰、周奇墨，但你要非跟我说我的天花板是小佳，对不起啊，小佳，我知道你的偶像肯定也不是黑灯，是吧？就虽然我们仨吧，你看在一个赛道，但我就总觉得我比他俩跑得快呀。你琢磨琢磨。可能啊，我上了节目之后呢，也会有人拿我来激励别人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啊，我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3肢健全的脱口秀演员。感谢大家，我是雪冰。雪冰锁票倒计时。他开场第一个笑话我已经乐了快1多分钟了，我掐人中啊，太幽默了。我总感觉你讲到最后吧，得从衣服里把手掏出来。谁哪位网友哈？对，太好笑了，网友给我贡献了很多素材，真的就是绕着这个手说，这已经第4轮了，对，是吧？已经到第4轮了，而且他们还是没有重复，而且那个点总是还能让你觉得这个啊，我真是好，然后我真的很喜欢，我太喜欢了啊！感谢。而且我是在他那个点，就是交卷子那个点，那个我觉得挺妙的。罗老师缺点什么呢？不给人登。雪冰，你知道每一场我都是拍了灯的前面，知道。然后我特别喜欢你的段子，今天确实一般般嘛，对吧？一般般嘛，对吧？对。啊？我就把这个问题抛给对方，我说对吧？他只能说对。好，我也学了一些生存技巧的，对吧？对。然后呢，然后今天的确实相对前边的，我觉得是掉了一些，是因为没有时间创作吗？你前面有过专场吧？没有，我从来没有，没有啊，只有2年多讲脱口秀，对，只做了2年，对。看那个黑灯，他眼睛那个事儿都做了3个专场，我觉得你这个胳膊这个事儿其实还很值得挖掘。别急啊，你等我是吧？我会觉得他这一段是他过往之前的第一次，是除了描述以外是有表达的。是。他其实做挺深的一个表达，对就尝试做了一个很深的表达。估计还是推敲时间不够，反正就是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状态吧。因为前2场我都是毫不犹豫拍灯的。但是毫无疑问，雪冰在这个话题上走了4轮，而每一轮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再次掌声送给雪冰。好，来，高寒回到场上。我们来看一下他们2个的票数情况。哇，293，高寒下来，高寒等待区继续等待，雪冰要在待定区。今天参加录制的一个观众给我留言，他父亲就是被高压电意外去世的，他一直是他过不去的一个坎儿吧。他说听我说完之后，他就特别开心，是我的段子让他算是一个和解，接受了他父亲这个离世吧。
哎呦，看得我也挺感动，希望能帮到像您一样这种情况的人，能给你们力量是我的荣幸嘛。截止到目前为止，高寒应该是第4赛段打出最高分数的人了，293。其实心里没什么波澜。像高寒干的事儿，对一个残疾朋友干得出来的事儿。下面这位朋友，其实以前呢，在前面的表演当中，一直跟大家在分享，农村的生活。今天想和大家说说进了城以后的事儿。掌声欢迎瑞瑞，瑞瑞。哎，大家好，我是瑞瑞，谢谢大家。第4轮，大家写段子的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就这些演员一天什么事也不干了，为了写段就是疯狂的挖自己所有的痛苦经历，我觉得没有必要。比赛是可以聊点轻松的话题的，我让人绑架过。用道德啊，用道德，因为我楼上有一个5、6岁的小男孩，这个孩子每天凌晨5点左右在楼上拍球。大家知道凌晨5点是什么概念？我都快睡觉了那个点儿。大家知道睡眠不好对身高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是说孩子啊，我1米多已经非常够用了。太难受了，忍不了了。有一天我上楼去找过他们呢，我到那敲门，然后一个大姐开的门，我说大姐，我是你家楼下的，孩子天天这个点拍球，太影响我睡觉了。我说我都快神经衰弱了，你能不能管一管？大姐也挺客气，说来你管来。这份信任。有点突然呐。我凌晨5点不睡觉上楼应聘月嫂来了，这个 offer 当时我没有接啊，因为那时候我就知道理论和吵架是2个不同的概念。我条理清晰的跟他说，我说大姐，咱都是邻居，天天如此确实会影响到我，你稍加管制，有点公德心。大姐说了一个跟整个事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话，她说你打我。我说咱们是要跳过所有步骤。直接开打是吗？大姐把脑子递过来说你打我，我都懵了，我都没反应过来。我说不用谢谢，我说就聊就行。但发现真吵不过，真吵不过。比如大姐跟我说，她说孩子这个年纪就这样啊，狗都嫌。希望是我敏感了吧？那时候我已经听不懂人话了。真的，大姐说这话让人特别费解。比如她面目狰狞的跟我说一句话，她说你记住了啊，你也会有孩子的，你的孩子也会有孩子的，就挺好的一句儿孙满堂的祝福啊。好，你说大姐疯狂输出，我已经插不上话了，但她有一句话特别触动我，她说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我一个人带孩子，我容易吗？朋友们，这话一听完，当时我气势一下就弱了，因为我之前没有去了解过他家具体情况，我只有一个想法，我真该死啊！我跟人吵什么架呀？我说那孩子的爸爸，他说钓鱼去了。我说，我说谁家好人这个点钓鱼啊？他说他嫌吵。最后大姐给我扔下一句说你理解一下吧，关门他就回去了。朋友们太生气了，能理解我那种憋屈吗？我太生气，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我跟她抱怨这个事儿，我说楼上太吵了，没有素质还骂我。我没想到我妈站对面，她说你为啥不理解人家呀？带孩子不容易，孩子这个年纪就喜欢跑跑跳跳。我说那我这个年纪还就喜欢骂骂咧咧呢。你拿这个劝我，我妈最让我生气的一句话，她说你记住了啊，远亲不如近邻，你们要好好相处。大家听过这句话吧？远亲不如近邻，这个是元代一个叫秦简夫的人发明的。但你要知道，元代是没有小孩搁楼上排球的。
如果当年秦简夫家楼上也有个小孩天天5点咣咣排球，秦简夫就不会发明什么远亲不如近邻这种话了，他肯定会发明点什么虽远必诛之类的。真的，他让我理解，我是觉得有很多事情是我理解，但是我不接受，这是俩概念。因为理解不需要成本，但接受需要。我天天不睡觉坐床上理解他们。定个5点闹钟，早上闹钟一响，打个哈欠，坐在床边抱肩膀开始理解。你看楼上可真不容易啊。他爸还钓鱼去了呢。你说我也不帮人管一管，我还是人吗？然后凌晨5点给我妈打个电话，我说妈，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楼上真的非常喂，我妈就挂了。就这个事儿得解决呀！当时我放下了我为数不多的素质，我上网搜了一个东西，应该有朋友听过啊，叫震楼器。当时我想的是我要报仇，上网看了一眼，好了得600多，我说10年不晚吧。然后我就采用了一个比较柔和的方式，我也买了个球，一个小篮球。朋友们，这个仇怎么报？就得用80K 的报。啊？什么 ？basketball 篮球？这叫什么？以暴制暴。朋友们，这个是我入行5年以来写过最有文化的一个梗了。当时我凌晨4点下的单，4点半就给我送到了，如此快速怎么实现？美团闪购才是答案。这钱算咱们一块挣的，那个。他不是凌晨5点往下拍球吗？我4点半往上扔球。朋友们，这个报复方式有点累。它属于伤敌1000自损800那系列的，因为你每次不仅要保证力度，你还得保证能接住。你要是没接住，楼下就上来了。那不成伤敌1000自损1600了吗？但是我想过应对方式，比如楼下真上来找我砸门说你干什么？你小点声。我说你信不信？不是我拍的，但我知道是谁拍的，我带你去看看。然后一边上楼一边给他分配任务。我说一会儿啊，大姐会有2个诉求。我呢负责管孩子。那我呢？我说你动手能力强不强？真的，我觉得现在生活很累了，每天有那么多事要理解。朋友们知道吗？当你不顾自己的感受，一味的理解别人，过度理解是一种病，叫 GDLG。过度理解的首拼呢，就是。就你想想，生活中但凡用到理解这个词儿，就已经注定不是一件好事了。我没看过任何好事让别人理解的。你说我们比赛站几个观众说我们要给你投300票，你理解一下吧，很好理解。然后你通知我们说下一轮张绍刚老师有事来不了了，大家理解一下吧，很好理解。这块是因为写不出来了，张老师你理解一下吧。我是觉得理解这个词儿放哪儿都不好听，为了让大家理解说理解这个词儿有多不好听，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的领校员李宇春老师，咱们管李宇春老师叫春春多可爱呀，你管他叫理解好听吗？也好听，叫什么都好听。我是觉得你能自发主动理解别人是件了不起的事儿，但是咱们的感受也同样重要。如果大家觉得什么时候违背自己意愿了，可以说出那句话，就是我理解，但是我不接受。
这句话没好使，你可以试试另一句，你打我呀！来，谢谢大家。对，真好，瑞瑞，太稳了，太稳了，真好。来，瑞瑞锁票倒计时。冠军，冠军，冠军！哎，瑞瑞，你觉不觉得，因为你上一季参加的时候，就是感觉刮风下雨的，对，非常的坎坷。然后到了这一季，连续这几期都是太厉害了。就是我觉得可能对这个舞台会更加适应吧，因为登上这个舞台的次数多了，然后这一轮就选择这么一个特别想说的一个事儿吧。这事儿很小，但是我想把它聊出来，也怕是没有机会讲了嘛，不是？这是之前打磨了很久的本子吗？对，这个是很早写过一个大概的一个基础结构，然后当时它这一篇的质量是非常不够的，然后这一轮是拿出来跟编剧们老师们一起再去打磨，然后打磨到现在这个样，就我自己是非常满意的，我非常喜欢这个段子，很完整啊。李姐，你最喜欢的就是李姐的那部分，不要脸。就他说这个我特别有感受，因为我们公司的那个财务叫李姐，所以他一说这个我就特别有画面，就是说春春就是我，然后说李姐我就有李姐的形象。理解啊，李姐表示理解。哎，鲁豫，你刚才说过，在你脑子里面冠军有5、6个人，有他吗？说句实话，之前没有，但到现在开始，我这个名单已经开始变大了。上一季，我觉得瑞瑞是属于你还没有看到他的那个特别鲜明的形象，然后这一季开始发生了很神奇的质的变化。对，我在网上听了一段瑞瑞跟几个人讲的一个群口的一个播客，他非常棒。你知道，在群口的播客当中，他的那种节奏描述的生动，然后那种没有一个包袱能够掉地上。他讲了他自己当年做婚礼主持人，非常的有趣。我想就是可能在生活当中一段一段这种现场的磨练，所以他在舞台上这种节奏非常有大将风范。是的，冠军相有冠军相了。对，有冠军相，因为他那个本子精妙的同时，它中间有很多是要留足气口或那个节奏全对了才行，要不然中间有些梗就掉了。对，但是没有一个是出错的，而且特别从容，有时候有特别长的停顿，然后我们想一想，忍不住就开始鼓掌了，并不是说礼貌性的鼓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表演也是完美的，不光是文本精妙，表演也是非常完美的。日常生活里面就这种小事我相信每个人都遇到过，但是就这么点小事让瑞瑞真的说到了活灵活现的程度。是。来，海源老师怎么评价这个文本？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瑞瑞是好几年前就来过效果的训练营，然后从那以后，他这几年其实一直都在踏踏实实的打磨他的文本。瑞瑞是一个非常非常踏实用功的演员，大家可能看到他今年是横空出世的，但是他是一名非常用功的，不用那些其他花里胡哨任何的那些技巧，踏实的打磨文本的演员，而且他表演也很稳。刚才程璐也说，他的节奏控得特别的好，所以我觉得瑞瑞今年能获得大家的认可是理所当然的，是他付出得到的回报。海源那个花里胡哨是指谁啊？就知道得挑这个，老师总是这个给你玩一个。花里胡哨是张绍刚老师的西服，好吧？我自己。再次掌声送给瑞瑞，谢谢老师。高寒再次回到台上，预测一下，大老师预测一下，高寒赢了。我觉得他俩应该会很接近，5分以内吧，反正就是。我觉得应该瑞瑞高。来看一看二位有几分的差距。俩意难平，今年都停了，太牛！我的天哪，是不是就差这么一点儿？瑞瑞291的高票，这说明什么？瑞瑞，你有一种体质，一定要和最强的拼。
所以瑞瑞进入到待定区，高寒继续等候。他还是要讲，好死了，这个太强了。瑞瑞特别像，他这个笑话开始说了，就是一个 NBA 明星慢动作要开始扣那个大灌篮了，你就眼睁睁看着这个笑话，肯定不止这样，最终扣那一下肯定还有更精彩的。然后他果然到那时候，砰一下一扣，你就知道他不能让你失望。他每说这前面铺这些东西，后边一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他每次都扣得特准，我觉得瑞瑞是特别棒的。我特别替他开心。前3轮都讲的是大概自己的农村的生活。他说：“我求你了，咱俩回农村生活吧。”我说：“我努力30多年出来接你来了。”这一轮，他告诉你，我抛开那个话题，我也能创作，硬实力的展示。直接给你看，我什么话题都能写好。我之前学婚礼主持，我做了7年，就属于半死不拉活的，也挣不着钱，就硬挺着干。什么穿搭，什么头型，什么也不知道，还特别胖。我之前180多斤，就是还是形象和气质的问题，没有人喜欢。你唯一能被大家看到的地方，可能就是在舞台上，大家会目光聚焦吧。所以就不停地找上台的机会，但是都是自己从网上学的那些三脚猫的小片段什么的，然后上去硬演。啥也不说了，都在酒里。祝吉时吉日喜如风，我这丰年丰月如风增，那么增福增财增长寿，寿山寿海寿长生，生财生福生贵子，那么子孝孙贤代代荣，荣华富贵年年有，那么有财有势有前程。Yes， 这是一个4人战队，最后要出场的这位朋友，之前他其实在上一轮跳断了，但是他选择不跳。他还是要讲，因为作为准爸爸，他遇到了一些事儿，必须得讲。掌声欢迎季烨。嗨，大家好，我是季烨，你们好吗？谢谢。很开心，很开心，就是准备当爸爸了嘛。其实说实话，我真没什么心思创作。我就想等着宝宝出生，直到上周我在小某书刷到一篇帖子，说震惊，某月子中心跑路。我转给我老婆，我说你看看什么世道啊，月子中心都能跑。我老婆说对呀，得亏咱们在北京生。我说这家就是在北京。我老婆说还好咱们是在朝阳区。我说这家好像也在朝阳。真巧啊，装修风格也像。还好咱是不好，月子中心跑路了。我俩当时都很着急，我老婆急得开始胡言乱语了，说月子中心跑了都怪你，刷什么小某书啊。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当时也做了措施，我当时赶紧给月子中心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位女士，很温柔，说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朋友们，人在受到刺激之后啊，大脑是会自我欺骗的。我觉得应该是没电了，因为座机啊很容易没电。我又给那个店长打电话，幸好没有关机，是空号。Sorry, the number is there， 是空号。等我赶到的时候，人去楼空，月子中心已经去中心化了。当时他们走得很急，墙上还挂着那个金牌月嫂的照片。我说这个金牌不会是短跑金牌吧？我一共交了35000块钱。本来想让孩子赢在起跑线，孩子没起跑，起跑线先跑了。大家想笑可以笑出来，我已经失去月子中心，我不能再失去你们了。但很幸运，很幸运，我在接待处的那个手推车上发现了3包纸尿裤，很贴心啊，一定是怕我眼睛尿尿。我说这个月子中心厉害啊，没有服务，但有3包。
其实当时挺后悔的，因为我当时就是被那些销售的话术给蒙蔽了。因为那个店长说，只有企业的中高层会选择在这里生。这种话中高层听了没感觉，底层听了立马就把钱交了。交完钱当天就给我拉了那个对接群，群名叫至尊豪华 VIP 专属待产群，感觉我们要生一张披萨。我6月初的时候还在群里说，我说我老婆预产期可能会提前到7月初。店长很积极，好的，我们时刻准备着。我以为是客套，时刻准备着，这不是全员加速中吗？这不是？我不是个例，我上网搜了一下，6月份全国范围内有好多跑路的月子中心，我也是没想到全部集中在6月跑路。我宣布啊，6月以后就是咱们国家的闰月。你知道出事之后群里就没人说话了，我想质问他们，但又怕激怒他们，不给我退钱。刚开始我在群里试探，我说在吗？不回。我说你们真的要离开吗？不回。发红包领了？不回。那个群现在是我的文件传输助手。现在我彻底放飞了，我天天在群里发语音骚扰他们，我模仿岳云鹏。我说还会再见面吗？月子，再见面你得还我钱呀！月子，月子！疯了，这是真疯了，崩溃了。同行听了我的遭遇之后很同情，说：“哎，你小子又要有素材了。”我宁愿没有这个素材。我一个人倒霉就可以了，家人是无辜的呀。有时候真的感觉命运帮我把妻子、段子和月子组成了一个不可能三角。有段子，妻子就没月子；有月子比赛，我就没段子。但我没得选，为了比赛，我只能写段子，是吧？遇上骗子，写点段子，给你们找点乐子，然后接点广子，圈点园子，才能养活这一家子。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如果这是春晚，咱们现在应该包饺子。是的，没了月子，我成了疯子。大家放心，大家放心，大家放心。就在昨天，我们找到了新的月子中心。我老婆的状态也是很稳定的。她说：“这么好的素材，你要是讲不好，你就滚出这个家。”但是经过这个事情之后，我其实没有办法相信任何人了。在找新的月子中心的时候，我也学会了，我都先去天眼查风险，但天眼查办会员才能查，不太敢，我怕他们也跑路。后来我是先拿企查一查天眼查。你知道这个事儿不光影响我，我更害怕影响孩子。一个孩子还没有出生，他就经历了暴雷，我说以后就叫雷震子吧。咱们胎教第一课反诈啊！我觉得孩子生下来屁股上都会有胎记，我一看，哦吼，96110，很难不往最坏的结果想。他现在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外面发生的事他肯定略有耳闻。我说他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说我是你爸，他说你怎么证明？他肯定心里留下阴影。老师让交学费，我可不交。学校跑了怎么办？我最多日结。我发现现在为什么现在大家动不动就跑路？开发商、理发店、新能源汽车、美容院，感觉跑路还挺爽的是吧？不然违约为什么叫爽约呀？哎，我真的觉得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张博洋。给不了解的解释一下，张博洋是我们脱口秀行业知名的跑男。都在跑，你怎么防啊？
你不知道哪个雷会爆，想投诉电话还是空号，手机打没电了用个充电宝，充电宝也爆。我说这个充电宝上没有3C， 但我心里有无数个 C 呀。咱们社会上不是提倡诚信是金吗？我觉得金子没有诚信贵。你看金子现在900多一克，诚信你给我上了一克。现在诚信价格太高了，3万5我都没买到，我诚信不起了。我想咱们能不能把诚信的价格给打下来啊？以后诚信就不是金，诚信是铁，诚信是钢。不说实话我憋得慌。最后我想说点实话，截至目前月子中心还没有退我钱，我真心的希望月子中心的老板下半子你能平安顺遂。我现在不光期待孩子的出生，也牵挂着老板你呀，你这个出生。谢谢我们这非常开心，谢谢了，谢谢。孩子得有情绪呀！难接，大王难接。这能300票。来，季业锁票倒计时。来，再次掌声送给季业。瑞怎么办呀？你看看，你知道当季业在那块演的特疯的时候，你知道大老师来了句啥？拍着自己的腿说：“哎呀，瑞的这个命啊！”又怎么了？但是他忘别人呀，这个是忘铺啊，这是忘别人啊，太厉害了。大家很激动的都站了起来。罗老师很激动，咣凿桌子。季业今天实在太牛了，这个本子实在太好了。对。还有，我提醒大家一下，他上次呢讲的不怎么样，但是因为跟对了队友，本来是能跳段的，不用讲这场。但他一个即将当父亲的这种灵魂就崇高起来了，然后他觉得我不能占了队友的便宜跳段，然后他坚持要讲这个才让他讲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没有开玩笑，其实跟老手说的差不多，其实就是。当时第一组比完之后，罗老师说，因为我当时组里票最低的，罗老师说，那他是不是应该被淘汰，或者大概这个意思的话，罗老师可能说的会更友善一些。因为我去年罗老师给我发了很长的一段，他看了我299那段，有很长的一段话，我感觉其实我参加了2季，9轮，我一直没有配得上你那个夸奖，所以其实你今儿说一句你佩服我已经很满意。但是你真的让我特别佩服，对，肃然起敬，谢谢。哦，我以为就会听到一个讲太太怀孕，然后有一些辛苦，然后吐槽一些月子中心，完全没有想到，完全没有想到。当时那个月子中心跑路的时候，我也和您说的一样，完全没有想到。练，谢谢。特别是到后来，我以为要结束，我以为该结束了，谁能想到又翻起来，又能讲到过，还能够。跟当下完全的连在一起，什么充电宝，就是完全触达我们的内心。对，最后还能以送祝福的方式结束啊，特别解气。我们这个维权群里有好几十个家庭，我觉得拿这个词说他都是轻的，我觉得真是太讨厌了。哎呀，但是咱们就说，即使有这个素材，也不希望他有嘛，对不对？还是家里平安最重要啊。是的，当然。来，高寒回到场上。都行。来猜啊，大老师，票数我觉得能翻过去。你觉得295啊？哎，对。高寒啊，你觉得季业比你票数高还是低？高低无所谓，我肯定进了。你打我啥？那个，我觉得我很后悔，为什么要跟你说话？来。对。会不会出现本季脱口秀的第一个平手？也有可能，都有可能。如果要是平票的话，就是2个人。那就随份吧，就是季业赢了。来，让我们来看一下高寒和季业的票数差是。295、96吧。
军，冠军，冠军，冠军。看把谁说出来了？来吧，这边你看到的，咱们谁上？来，高寒要进入到待定区，虽然你有293的高票，基业，不是，他干什么去了？他上那儿坐着去了，朋友。没把我们广子放眼里呀。基业，我想问你一下，人就这么快就能飘吗？直接上来了。啊，对啊。基业呀，哎呀，我脑子里冠军的奖杯都在我手里了。拿着吧。对不起，我真懵了，你这几步，我跟你说，你真的迈出了冠军的步伐。基业，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现在还有漫才的2位，何广智老师、毛豆老师。别老师。我想请问，你希望和谁？他们都不希望打呀，这个分太高了，这个290几。所以你挑的人是？我挑的人就是漫才兄弟。但是你也得有摸出来的命。得摸。嗨，我以为可以点嘞，我这吓我一跳。那让他点啥呢？在这儿，来，谁呀？3、2、1，是什么？谁呀？真是啊！谁呀？快给看，快点，你憋着不行了，快！真是漫才兄弟。漫才。来，大家熟悉的演员，掌声欢迎徐浩伦、谭湘文。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浩伦。Hello， 大家好，我是谭湘文。谢谢大家。哎呀，谢谢。哎呀，身为一个男人，哎，心里面都有一个当特工的梦想。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特工，哎，对，要经过重重的考核、选拔，万里挑一嘛。对，但是不知道自己行不行。我们可以试一次嘛，模拟一下。唉，马上就要考核了，该击打。新来的，对，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特工，没错。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代号。好，敢问阁下怎么称呼？在下谭湘文。好，现在谁姓在了，大哥呀？姓谭嘛，肯定是谭湘文。我跟你说清楚，你看我们组织之前有个人，他们说他是夜里的魔鬼哦，他的代号叫做夜魔，好帅啊！而我的代号闪电的闪，飞鸟的鸟，像闪电一般迅捷的速度。你猜对了一半哦，是因为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我的队友让我杀人，我都会跟他们说闪鸟都不容易。什么破代号了？猜对一半在哪里了？他这个名字不好啊，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代号。什么代号嘛？你觉得徐浩伦这也一般，晓得吧？我叫谭湘文，蛮好的，知道吧？代号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的枪法。你的面前有把枪，拿起它来，打靶，砰，10环，砰，9环，砰。等一下，怎么了？你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什么？你不够稳定。我打得蛮准的，没有那么稳的人。有谁啊？一个真正合格的枪手，不会着急开枪。哦，他会调整自己的呼吸节奏。3、2、1，啪！5环，打到谁了呀？打到岳云鹏了是吧？你是？我比你稳定。稳定有什么用？5环打不死人，打不准了，大哥呀！枪法不重要哦，重要的是你的身手。我身手很好。什么叫唯快不破？一个特工，什么叫快？什么叫准？什么叫哼？你有狂犬病吧？你发病讲一声好不好啊？
身体素质不错。我都没碰你，关身体素质什么事了，大哥呀？那你伸手扶老子一下会死啊？好。好了，伸手这关算你过了，这就过了。哦，伸手这一关只要伸手就可以了，是吧？那可以，没问题。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任务，实战演练。对，好，但是在出发之前，出于你的安全考虑，穿上这件背心。传说中的防弹背心，纯棉背心，纯棉背心就不穿了，知道吧？我纯棉背心穿它干嘛了？噻？这是一件红色的纯棉背心，有什么用呢？它不防弹呢？它可以让在中弹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你神经嘞！你是我看不出来，我会痛了，我会倒下噻，我没有关系啊！你要知足。我怎么了？你看我穿的是什么？防弹的西装，防弹的领带，防弹的腰带，防弹的鞋子，防弹的裤子，穿的蛮好了，在这里啊。但是你啊，有一件质量相当好的红色纯棉背心，那能质量好到哪里去？你都是防弹的那个。还出发了？哎呀，不出发，我不出发的，凭什么了？啊，你一身的防弹就搞了，我这一件背心盆你搞，把我当什么？当成龙搞在这里啊？你不是有没有适合我的装备嘛？我穿着好吧，我穿着。这个柜子里面装的是我们组织里面最恐怖的武器哦，去感受它那钢铁肌肤，嗅一嗅还残存的战争的硝烟味，去看，去摸，去嗅，是不是令你着迷？没错，给你正式介绍一下，刘哥。刘哥是谁了？大哥呀，是个人啊！你疯了啊！我抓个男的闻半天，我变态呀！我是。刘哥是谁了？刘哥干什么的了？刘哥啊，是我们组织里面的炸弹专家。炸弹专家，他专门做螺蛳粉的，晓得吧？他是炸弹专家嘞！哎，我也可以爆破专家了。时间不等人啊，可以出发了。好了，这是我们的座机，上车。我上来了，来，我是刘哥。刘哥不上来了啊，超载了，知道吧？那你打车过去给你报销。好了，出发喽。到了，没到。好，这下到了。怎么老是没到了？什么摩托车了？这是？老子要换气不？什么摩托车要换气了？大哥呀！啊，到了。干嘛？去哪里？我这里不让停车的。不让停车也要停在这里，是吧？你陪我做任务了。说到任务啊，面前这栋楼就是我们的目标。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I can hear you。海绵宝宝，你是？准备好了嘞？你准备好，我又没准备好。那准备吧。在任务开始之前，我喜欢给自己来一针这个。这是什么呢？哎呦，肾上腺素。苹果醋。苹果醋有什么好打的了？你直接喝不快一些，打什么打嘞？啊，还尝得到酸味嘞，在这里。要不呢？我不要。我们的第一步怎么进去？门口有个彪形大汉，我上去搞死他。不要着急，贸然行动会让你丢了自己的小命。敌人在明，我们在暗，可以合理的利用自己的武器。有枪？对，拿着，记住我跟你说的那些要领。哎，等一下，我现在开枪会不会暴露我的位置？啊，聪明，但我可以让他无声无息。哦，消音器，调整呼吸，3、2、1，啪！我装了什么东西？声音这么大了，在这里啊？哦，装错了，装成喇叭了。装什么喇叭了？在枪上面？谁在枪上面装扩音器了？疯了吧？他死没死嘛？他有没有可能是被吓死的嘞？他是？他死了就可以了。下一步，我们要怎么进去这个门啊？告诉你一个成熟的特工会干什么？怎么嘞？开下门呢？你蛮有礼貌嘞，你还？敌人怎么会给你开门？他过不来了。我也进不去了。那怎么办呢？我给你放门口了。什么东西放门口了？是外面的，暴力破门了，快点了！啪！没人了，没人就好不？有人不就死了？哎，闪鸟，过来，闪鸟来。这里有一个倒立的花瓶。哎，有没有可能是敌人的陷阱呢？谨慎是好事，但是过于谨慎会让你技术变形，不要大惊小怪，自己吓自己。有没有可能是个普通的花瓶呢？是吧？里面有人？怎么可能有人呢？花瓶里面啊，里面有谁了？他乾隆呢？录款录里面录外面，我一般都是你仔细看清楚喽。是录款了，2月29号喽，2月28号啊。
2月27怎么老在变声？这可能不是落款时间，这有没有可能是个倒计时呢？这有没有可能它是个炸弹？炸弹不炸弹了，好不好？螺蛳粉啊，你别动啊！这是一个水平炸弹。我晓得。你能猜是吧？我觉得我们2个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首先要感谢腾讯这个平台，效果文化传媒有有限。毛病吧你是？水平炸弹不是你说一凡有水平的话，它就不炸了嘞！我跟你说。快点想办法猜嘞！我没办法，那就刘哥能猜。喂，刘哥啊，我们他还没出发，他怎么没出发？你不喊他打车了吗？他排队，他为什么要排队呢？我只给他报特惠快钱。你无聊嘞，在这里啊！你给他打个专车会死的。我想到了，我是这样，我们2个现在都不能猜。我有个办法，就是我去接刘哥，你帮我拿炸弹。我帮你拿炸弹。啊，我帮你拿炸弹，你接刘哥，你还回来吗？我肯定会回来。肯定不会回来吧？真的是了，我手上没炸弹，我先走了。啊，你走吧。反正我跟你不一样，我对这个社会没什么贡献。你走吧。我是一个孤儿。你走吧。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从今天来，也从今天走。来，给我！哎呀，真的是服了你了，真是。那还不是？咋了啊？哎，等一下，干嘛了？你干嘛去了？我过生日去了。你过生日拿我做庆祝啊，在这里啊，把我当蜡烛搞在这里啊。你走吧，反正我跟你不一样，我对这个社会没有什么贡献。那不正好？哎，错了。猜一下。这个炸弹啊，捡红线我们活下的几率是50%，捡黄线我们活下的几率也是50%。那我2个一起捡，100%会炸，晓得吧？没这么算概率的啊。那就搏一搏，那就不管了。那不，捡出就炸了，没什么时间了。假如这是你生命中的最后1分钟，你有什么话想对某个人去说我？我想跟我妈妈讲，我以前还是有些叛逆了，未来没有我的日子你好好过，好吧？这是我的遗言，帮我转告给他。我不帮别人转告遗言呢，有什么话你自己亲口对他说。我把你妈妈叫过来了。你有毛病吧，妈妈？快走！好危险，有炸弹，妈妈快走啊！你捡吧。3、2、1。哎，捡对了嘞！哎，闪你好厉害呢，怎么回事？哎，请问，蔡正文哎呀，就炸死老子一个人啊！为什么炸死的不是我？你自己不清白是吧？你一身都是防弹的嘞，朋友啊！哎，抢救，对，快摁他2下，别打苹果醋了，没有用那个，你多按2下都活过来了，知道吗？哎呀！炸的直升机背心了，这背心质量太好了吧？人都炸没了，背心还在呀！没关系，你没有白白牺牲啊！不是因为你的话，我们完成不了这么艰巨的任务。什么任务我都不知道，任务是什么？我就陪你骑个摩托车进门就被炸死了呀！你不是一直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代号吗？我没有代号啊，现在有了。你是一个来自东方的英雄特工，对，冬阴功。神经病吧这是！徐浩伦、谭湘文的锁票倒计时。好，谢谢大家，可以了，谢谢。好，演完就好了。哎呀，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灯有这么重的分量，因为它是297，对不对？要不拍就等于就直接输了，所以我就一直在犹豫。但是你们什么也没做错，跟每一场历史的表现一样完美优秀，
我只是觉得今天整个感觉，我就觉得好像就是非他莫属。对，的确是的，的确是的，是，所以我就犹豫了半天，我总是这样有点缺德，所以还是交给观众比较好。好，谢谢你，你人蛮好的。对，话里有话啊。没事。依然好玩，然后非常精彩。然后我今天感觉到什么叫做强强相遇，因为我明显的感觉到，因为基业前面这个太强了，所以我感觉他们俩今天比平时要用力。你看他们流的汗就知道。但是对于观众来讲是非常幸福的。是，而且也就是你们俩还能接得住，要别人的话根本接不了。很难。对，非常了不起。这是两个自己不断给自己加压加砝码，让自己的创作上高度的年轻人。再次掌声送给徐浩伦、谭湘文。基业，带着你冠军的步伐重新回到场上。冠军的步伐怎么这么？刚才他的票数一票之差的294。来，我们看一下基业、徐浩伦、谭湘文他们的票数差是。他们应该280左右吧，应该280多哈。8色啊！还是后边街吃亏了。这么说，这个舞台对大家又公平又残酷。前面的人演的冷了吧，这个场子不好热起来；前面的人演的太炸了吧，其实后面的朋友也不好接。所以，基业，你该踩着你的步伐上去了。祝贺基业进入到半决赛。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狠了，太狠了，立住了。实至名归，实至名归。为父则刚嘛。基业那个真的炸飞了，包括今天徐浩伦和谭湘文过来，他俩一身汗过来，第一次看他们演的这么累。我感觉基业演出的时候，他那个愤怒都从他鼻孔里冒出来了。基业其实在台上是多少有点喜庆的，但是今天就感觉他的那种喜庆已经包不住他的愤怒。你能平安顺遂，我心里有无数个 C 呀，太酷了。今天这场是基业等了很久等到的，我是挺为基业激动，因为在线上还没得到过一个那种压倒性优势的票数。基业240，恭喜！拉太大。这是憋了好长时间，终于把这个240的这个难过哭出来了。今年我觉得3个赛段都是滑着进，算上这场，我在这个舞台上已经表演了8段脱口秀，都不是高光啊。今年300票，我其实目标上260就行。去年200票的时候，最高票是175，我的梦想就是能拿180。我已经不敢幻想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失败太多次了，我在这个舞台上，就是不太敢想这个事儿。一旦这个预期达不到的话，我就会更崩溃。我当然就是很希望别人喜欢我，我也觉得大家喜欢我是件好事，但只是于我的自信心而言，我可能需要这样一下子。我知道它可能是短暂的，但我也需要啊。走！祝贺基业进入到半决赛。冠军！2年9轮，终于有一天了。而徐浩伦和谭湘文要进入到待定区。你俩啥时候待定吧？太难接了。来，给大家讲讲这里的装修。你们当时被抽中的那一刻，心里想的是什么？
爷们儿要战斗，有战斗爷们儿要战斗。再上去以后就是我好想逃去逃不掉。回长沙，回乡。底也搞得渣渣的，为什么底后面还会有人呢？一般这种情况，底后面不就没人，就散场回家了吗？怎么我们还要上啊？漫才出道以来最后第一次输，然后就好好弄稿子。我的代号闪电的闪，飞鸟的鸟。你的面前有把枪，打靶，啪，十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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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漫才兄弟成为年度总冠军。闪耀，都不容易。5环。那个场子基本上谁上去谁死。那个舞台那会儿在吃人。虽然输了，看着还挺努力的。我穿皮衣，我也穿的皮衣，我也流汗了，没看到吗？还要喝酒，他喝酒要放松，然后凭模型。哎呀，一小酒威士忌一喝，一下就没事了。我跟你说，那我就回去点盘香，然后看我的《资治通鉴》，了解一下中国的一些历史。当年想着，我外婆说你真的要读点书，我当天花了300块钱买了一整套。我外婆说，我说可以了，反正每天抽那么10，买回来就可以了，买回来就可以了，买回来就可以了。就感觉自己2个人流着汗流浃背，拼尽全力，就是没有把这个场子给接住，然后下来了，挺好笑的。我还挺喜欢这个这么讲的，真的很形象。你心态还蛮好的。这事已经发生了，咋了？我们又没 over。你就这样吧，大胆。我们是最快的一组。我们也看一下4人小组比完之后他们的分数排名情况。高涵、瑞瑞票数差都非常的小，真的这个比赛 TOP 5到现在出来首关的3个，全进入待定区了。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悬念。我们真的希望 TOP 5能够有谁挺直了腰板给 TOP 住。不 TOP 了，我不 TOP 了。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带来这么优秀表演的所有的朋友们。第2季第4赛段临门一嘴赛的上半段到这就要全部结束了。美团闪购神速晋级快人1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晋级半决赛的名单。现在一共有8位成功晋级，再次恭喜所有晋级的演员，期待半决赛各位带来更精彩的表现。想来现场体验线下脱口秀演出的快乐吗？微信搜一搜效果，关注效果官方公众号和小程序，超多演出等着你来。新一轮脱友全国巡演即将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关注你喜爱的演员，并许愿你想看的城市，朋友们就有可能来到你的身边。比赛仍然在继续，下周同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感谢大家，再见。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快乐不止一点点的下一代购物方式，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边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宝宝内外强护，未来自会闪耀。感谢守护宝宝闪耀成长的 A2 紫药 HMO 婴幼儿奶粉赞助播出。大容量随心开，想去哪儿嗨就去哪儿嗨。感谢大空间的极狐 T1 赞助播出。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感谢随时随地帮你 call back 好状态的脉动行业赞助播出。聊天就要吃乐事，分享美味，快乐加倍。感谢片片薄脆，乐事不停的乐事赞助播出。真好笑，真有机。本节目由3方认证真有机的海天有机赞助播出。我宣布，第4赛段临门一嘴赛下半场正式开始。我觉得毛豆就是脱口秀轰炸机，给我炸废了已经。希望你以后
一直盛开吧，盛开了。我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除去本场率先晋级的 TOP 5，最终待定区票数排名前8的选手晋级半决赛。啊！欢迎大家来到《朋友们和他的脱口秀》第2季。我们迎来了第1届脱运会，也就是朋友们和他的脱口秀的运动会。真难呀，朋友们！瑞哥已经卡了26条了，我跟你说。主持也是文本型的，你这我坐你俩中间，我不知道会不会阻碍你俩的一些。会，你走吧。其实我不喜欢 CP， 但是我是为了节目好看。多虚伪这人啊！马上开始今天运动会的第1个项目。瞎咧咧大赛。卡巴迪是一个源自于英国的电动汽车品牌，但是他是小白的，他是小白的，他是小白的。这老学生真不行，真没走入过社会呀他。巴的身体，对，他一个是身体卡里边了，再一个，比如说我没法退赛了，就出去接你卡巴迪了。脚科星他是那个甘孜巴州。脱口秀丁真。咱别往那个什么东南亚、非洲那边编了，哥，理解吧？那个脚科星他是欧洲世纪，咱们游戏人哪个国家人都来参与啊！脚科星就是斗鸡眼，你知道吗？长没屁。上个咋了？上卡巴迪了。欢迎来到遇见他们，这是一场我和脱口秀女演员们的走心畅谈。今天呢，他们仨呢，据说组成了一个叫失败者联盟。我觉得这名字很酷。只要在台上冷掉那几秒钟、10几秒钟，观众和你之间的链接彻底断掉的时候，那种尴尬、狼狈、不堪又会席卷而来。还没有失败就已经想象到我狼狈的离开，然后别人看着我的背影。但这不就是脱口秀演员的宿命吗？我觉得最切实的改变，首先是钱方面，比如说演出变多了。他们直面生活困局。因为我妈妈她年轻的时候，她还会写诗、写日记。世上只有妈妈好哦，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我的孩子就像个草。家里摆了一排捶我的工具，我妈只要一关门，我就知道完了哈。然后她会根据她的怒气值选择那些武器。我非常希望我的孩子超级任性，我得先做好我自己。我才能做你妈妈。我现在不确定，我怀念的是他还是跟他在一起的自己。他们互相撑伞抚慰。成功必须要努力，但的确努力未必成功。我建议勇敢，但是不建议鲁莽。如果你不是第一个做的，你就把别人都耗走。女人离婚就是掉价的大白菜。我会在意别人评价，但是我觉得别人的评价它并不真正的代表我。我还是相信我内心相信的东西。人本身就是复杂多面的，我们在情感关系里面的脆弱，不代表我们是一个脆弱的人。我现在慢慢觉得，可能孤独是人生一个常态。感情爱它是一个非常虚的东西，所以我必须给到他一些具体的一些行为和行动来把它加固。认识这么多女孩子，我发现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伤痛，那些伤痛可能有一天会成为勋章吧。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30分钟好货到手的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96倍乳黄金续航母源自护力，感谢 A2 紫药 HMO 奶粉赞助播出。大容量随心开，想去哪儿嗨就去哪儿嗨，感谢大空间的极狐汽车 T1 赞助播出。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感谢随时随地帮你 call back 好状态的脉动行业赞助播出。聊天吃乐事，分享更快乐。本节目由片片薄脆乐事不停的乐事赞助播出。真好笑，真有机。本节目由3方认证真有机的海天有机赞助播出。新一轮脱友全国巡演已正式开启，微信搜索效果小程序参与许愿活动，朋友们就有可能来到你身边。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每周5、周6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1周。衍生节目朋友们和他的脱口秀，每周1 12点更新。遇见他们每周2 12点更新。SVIP 抢先看1天，还有超多幕后视频不定期掉落，记得准时追更哦。阳光我就灿烂，
给个破框，我就能下单。给我头大蒜，大蒜就能下饭，谁都拦不住我，都我自己玩。给我一个木马，我就开始旋转，给我一个猪圈，我就开始撒欢。给我一顿臭马屁头有概念，我反弹反弹反弹，我反弹。天生就是自来嗨，原因留给别人猜，管他该来不该来，心不塞就不该打不败。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新浪新闻、腾讯新闻、腾讯娱乐、玉立成传媒、寇儿小姐、王半仙、Miss 汉谟拉比、玲珑塔门市部、CPA 中文播客社区、播客公社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偏不看，给包闲言。